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Lex Time， 我是 Alex。今天呢，我在 Lex Unbox 这个节目，想为各位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产品，它就是米便士啦。那么它在刚发布不久，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很多人疯狂抢购的一个现象。它最大的焦点是在于它把那个 LED 屏幕升级去了 AMOLED 屏幕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开箱吧。我的米便呢是在小店买的，如果你们有兴趣呢，我会把链接放在上面。然后这是米便士的包装盒，看那个米便3的包装盒没有什么差别。然后另外这个店家有附送我一个深蓝色的表带，还有2片 screen protector。再来我们来看看盒子里面有什么。首先放在最上面的就是米便的本体啦，再来就是它的 charger 啦，它的 charger 这次是有变化的，之前的都是插进去的，而新一代的呢是放进去的。然后就是简单的产品说明书，然后开箱就完毕了。其实米便呢每一代都有很大的变化。首先呢，它这次是采用了那个 2.5D 的屏幕，所以呢它相比起米便3呢，它没有这样圆润了。然后顺带一提啦，那个米便3跟米便4的碗带是可以一起用的。然后其实我觉得米便3会比较耐看点，是因为米便4在反光的时候会看到很大的一块屏幕在，然后呢米便3即使在反光的情况下也比较难看到它的屏幕的。首先它有 0.95 寸 120x240 pixel 的 AMOLED 屏幕，而且它的亮度可以去到400 nits， 所以让你在光天化日下也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这个就是最大亮度的可视效果。然后现在它的蓝牙由 4.2 升级到去 5.0 了。再来它的表带长度是155到216mm 的。然后现在它总共有6个 sensors， 分别就是3轴加速传感器跟3轴陀螺仪，这也可以帮你 track 你的运动，还有给你更加准确的数据。接着就是小米自行研发的 PPG 心率测量sensor。然后它的电池容量有135毫安时，官方宣传够你用20天。然后它的内置总共是 512KB 的 RAM， 还有 16MB 的 ROM。然后有一个叫米 Fit 的 App， 它是看你的运动数据，还有去调整你米便的 setting 的。然后你们也可以从 Android 的 Play Store 或者是 iOS 的 App Store 去 download。其实配对也很简单，首先你进到 App Store 你按 ban， 然后如果你是 iOS 你按 agree， 然后它就会配对了。然后你只要在你的米便按打勾，你就成功绑定你的米便在你的电话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解说还有刚刚开箱啦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会先用看它7天，然后7天过后我会再拍多一个视频跟你们讲我用它的体验啊，还有什么意见什么的。